上强国，现在是西欧实力最弱的国家。葡萄牙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很早的时候便开始转型，除了继续做最出名的酒瓶软木塞和沙丁鱼罐头之外，大力发展旅游业，因为它独特的地理条件，也逐渐成为旅游胜地。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城市。这里的城市人物，或者说现在葡萄牙整个国家的著名人物，就是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。虽然他本人并不是里斯本人，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他的元素。今天咱们就一起从里斯本逛到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罗卡角。首先我们在里斯本逛一逛。提到葡萄牙，不知道你的第一印象是不是蛋挞？葡式蛋挞最早就是由葡萄牙的一个修女发明。第一家蛋挞店。虽然所处的那家修道院已经关闭，但是卖蛋挞的那家世俗饼店还在，已经是里斯本的热门景点。店门口就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一队是外卖的，一队是堂食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游客太多，服务员不够，排队到了进去坐了半天，似乎没有服务人员过来。所以个人建议，如果人多的话，旁边买了带走就行。也可以到附近的蛋挞店，人没有那么多，个人感觉吧，这个口感上不能说一模一样，但是大差不差。在贝伦区可以边走边打卡一些景点，比如说贝伦塔。它是一个防御工事，因为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里斯本成为了重要的港口，所以需要造一些防御工事来进行防卫。离这里不远处就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，也叫圣玛利亚德贝伦修道院。沿着河边还有一座发现者纪念碑，它最早展示是在1940年葡萄牙世博会上，后来拆了，于1960年用混凝土进行了重建。沿着河边走不远，还可以看到一座现代的建筑，这是艺术建筑技术博物馆。这个场地其实有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旁边那栋旧建筑，原先是发电厂，现在改成了电力博物馆，旁边是一个新建的建筑。你可以通过缓坡上到建筑屋顶去看风景，就是稍微有点晒。里斯本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街道，街道上最重要的就是电车。因为里斯本类似于山城，所以有很多上下的台阶和坡道，街道也挺窄的，这样的街景就很不一样。这里的电车算是欧洲最老的那一批电车，很复古，颜色也很鲜艳。车厢里面能坐的人不多，开的也比较慢，所以现在除了交通之外，更多是起到了观光车的作用。如果要去感受坡度比较陡一点的，可以去比卡升降机。它是一个轨道缆车，因为坡度比较大，缆车经过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拍照打卡。这个缆车最早是在1892年开业，目前是里斯本的主要景点之一。Hello， 嗨。那排队的人确实也非常多，如果不想排队等待的话，这段路完全可以走上去。上面就是另一条马路，在这里就可以坐28路电车，一直到圣卢西亚观景台。
斯本吃的方面强烈推荐海鲜饭。葡萄牙的海鲜饭和西班牙的还是有点不一样，葡萄牙的水分相对比较多一点，这个海鲜饭它是介于饭跟粥之间，并且海鲜超级多，性价比很高。另外还有一个食品市场叫 Time Out， 里面的种类选择比较多，但是这里的价格相对而言比其他的餐厅要高，游客比较多。去罗卡角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坐公共交通去，但是还是比较推荐找一个当地的导游进行一日游。这个在 Airbnb 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都能找得到。我们是拼了一个6人团，一路上也去了辛特拉镇，去看了辛特拉宫，它曾经是葡萄牙的皇家宫殿之一。还在小镇上逛了逛，也去了色彩缤纷的佩纳宫，宫殿的装饰比较丰富，而且在山顶上景色也很不错。还有就是雷加莱拉庄园，整个园区非常的大，最著名的就是那口井，被称为启动井。这里有很多象征，还有传说。这口井下面是几条通道，整个气氛是有点阴森和神秘的。不过再神秘也架不住人多，想要拍照打卡还是需要排队。在经过一段车程之后，就到了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罗卡角。欧洲大陆最西端，大西洋从这里开始。这里有一个灯塔，下面就是悬崖峭壁，前面就是大西洋。旁边有一块纪念碑，写着这里陆地的尽头，海洋的起点。当然更有名的翻译是陆止于此，海始于斯。里斯本可玩可看的还有很多，不过吐槽的也有，比如公交车就比较离谱，不仅时间，有时候连站点也不对，不知道这个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情况。闹市区的小哥可能非常直接的跟你说要不要货，这些在旅行当中都需要注意，当然不要忘记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。里斯本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城市，街景也非常的独特，性价比高。如果第一次来葡萄牙，里斯本一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城市。